这是一个智能手机，这是一个平板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数字计算机。数字计算机的最基本功能是逻辑运算和存储。在本讲里，我们将以 MOSFET 为例，告诉你如何用这个简单的元件来实现逻辑运算。我们首先呢要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需要数字系统呢？大家看，这个电路是上周大家学习理想运算放大器时候非常常见的一个电路，它是一个加法器。我们现在来推导一下它的关系，设这个是 RF， 这个是 R1， 这个是 R2。根据上个星期所学的知识，它的输出就等于负的 RF 比上 R1 乘以 U1 减去 RF 比上 R2 乘以 U2。由于现在的数值分别是 12K、2K 和 2K， 所以呢就使得输出是负6倍的 U1 加上 U2， 也就是说这二者的权重系数是一样的，因此它是一个反向加法器，把两个输入加在一块儿，然后反向放大了6倍。我们现在来具体看一下 U1 和 U2。假设 U1 是一个 0.5 伏的直流电压， U2 呢是一个在负1伏到正1伏之间变化的正弦电压。那么这二者之和呢，它的变化范围就应该是从负 0.5 伏一直到正 1.5 伏之间。被负6乘了以后呢，它就应该是变成从负9伏变化到正3伏之间。好，那么这就是我们理想情况下得到的输出。但是呢，从实际情况来看呢，噪声是无处不在的。假比说，我们的输入2有一个噪声的存在，那么由于这个系统它本身没有任何抵抗噪声的能力，因此输出也就势必把输入2中的噪声放大了6倍。那么于是呢，输出也就变成这样了。那么这个系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模拟信号处理电路，它的所有信号全部是以原始形态来出现的，就是原来是直流，就表现出一条随着时间不变的直线；原来是正弦交流，就表现出随着时间在做正弦变化的波形。那么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模拟系统的特点，它就是有可能噪声使得信号发生了畸变，比如说现在这个样子。而且呢，在模拟系统里面，这个畸变还可能被进一步的放大。那么好吧，我们现在来考虑这样一件事情：刚才是我们希望放大一个叠加了直流的交流，这个信号相对复杂一点。如果说我们现在简单考虑问题，只用2个值来表示一个信号，我们来看，在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线路上存在着噪声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只需要发送2个值，这2个值我们说是0或者1，那么我们在发送方，它可能认为这个信号小于 2.5 伏，我就发射出信号0；这个信号大于 2.5 伏，我就发射出信号1。那么如果说发送方想发送010这样一个信号序列的话，它可能就在发送方有这样一个波形出现。0、5。那么于是他认为在这儿发送了一个信号0，在这儿发送了一个信号1，在这儿发送了一个信号0。那么由于有噪声的存在，我们在接收方呢，接收到的是有噪声的信号。那么于是就是这样。但是如果说我们在接收方也认为电压小于 2.5 伏，我接收到了一个信号0；电压大于 2.5 伏，我接收到了一个信号1的话，那么你看，现在在接收方同样也是接收到了信号0、1和0。
所以你发现了吗？采用了这样的数字系统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噪声。那么这个某种程度就是指的你这个噪声不能够太大。比如说，如果这是5这是2.5，你的噪声只要不大于2.5，它都能够正确的传输信号。认识到数字系统的重要性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讨论关于数字系统有哪些关键的问题。首先，有一个名词叫做组合逻辑。所谓的组合逻辑呢，是指如果说我们知道所有的输入的话，我们就会立刻知道所有的输出。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投票系统。比如说有5个人参与投票，3个及以上的人赞成就可以做某件事情，那我们完全就可以利用一个组合逻辑电路来构成这样一个系统，来判断有多少个人投赞成票，从而从输出上发现最终的投票结果。除此之外呢，数字系统还需要有时序逻辑。所谓的时序逻辑，就是根据输入和我系统当前的状态来判断系统的输出。那比如说，我们计数器就是一个典型的时序逻辑。计数器需要知道当前自己记住的那个数，还要知道来了另一个数，把这2者相加，才能知道自己下面记住的那个数。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时序逻辑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由于我们处理的是数字系统，所有的信号都是以数字的方式，或者具体来说是以01的方式来存储和运算的。因此呢，对于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模拟信号来讲，我们需要有模拟数字转换电路，或者简称 ADC， 把它转换进数字系统中。当然反过来，经过计算机或者经过数字系统所处理的那些信号，需要用数字模拟转换电路才能与外界发生关系，这就是 DAC 的功能。还有一个部分也非常重要，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。在发送方，我们发出了这样的信号；在接收方，我们接收到了这样的信号。我们能够说，发送方发出了0、1、0，接收方也接收到了0、1、0。有一个前提条件，是发送方和接收方都约定在这个时间读数，这个时间读数和这个时间读数。大家发现了吗？这需要整个系统都在相同的时间间隔之后来读数。这个相同的时间间隔就是数字系统所需要的一个时钟周期。那么在我们电路原理这门课程里，将对组合逻辑电路、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电路以及时钟信号生成电路进行初步的介绍。关于整个数字系统的详细介绍，需要等到大家今后数字电子学课程中进行讲授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掌握了数字系统的4大部分，就从本质上知道了计算机的基本构成。